我一直都对一件事情很有疑惑。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么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带走我？当年你以1剑赢万甲，西楚国破后，世人也以为你早就见折身死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苟活下来，想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内伤。设若你依旧如当年一般功力高深，那为何这么多年你不现世，又为何不为西楚报仇？所以，虽然你还活着，想必你的功力也不是当年那般了，是吗？畅言小计。已是许久，未曾真正出剑。父亲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我的师父。你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吗？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我确曾身受重伤，但这几十年间，我已重续经脉。今日拔剑，愿求一战。
陆仙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虚张声势？陆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前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如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温壶酒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陆仪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东君，你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雨衣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乡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，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细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弗然振剑还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
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为此间年少狂心，将葫芦弹倒，忽然出现一道光。你我并肩流浪，欲将天地丈量，浮生死茫茫。心似染霜，山岳尽藏，赴人间一趟。月下提剑斩夙愿，少年曾许的情换一道光。前尘影淡，长路漫漫，聚散一半。天关月山川，明月寒星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我还有第2剑。少年曾许的情换一道光。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为此间年少狂心，将葫芦弹荡，昏暗处是一道光。藏心染上月落寒窗，热血如江洋。自身心里路坦荡，少年中化作人间一缕光。师傅，师傅，您怎么了，师傅？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先生，再会了。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，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傅，东君，陪师傅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傅，
带您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，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父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，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竟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，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
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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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父亲，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林的剑客风流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父，师父！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江湖。回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从此以后，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。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说得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切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儒仙已逝，以你之能，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
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。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君，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钱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，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，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世子，其实我觉得师兄所言颇有几分道理。哼，在钱东城学剑，他永远是那个万人之上的小公子，纵使学有所成，不过是一柄漂亮的剑罢了。未经生死，徒手可折。况且，百里东君似乎被一伙不明人士给盯上了。昨日我们便是在古城前辈处遭到了那伙人的袭击。那伙人来路不明，但是武艺高强。他们不但想带走古城前辈，还想带走东君。如此前有狼后有虎的危局，你们能护得他一次，还能护得他几时呢？昨日我也听程峰说过了，这帮人套路确实诡谲，颇为难缠。世子，当年世子学剑也是离家千里求学，难道偌大个镇西侯府中再无高手可教了？天启城的确是个吃人的地方，但是天启城也是少年们展翅腾飞最佳之地。我相信百里东君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不同意。这样吧，我们问问东君。父亲，侯爷通礼。王爷，世子，不好了！刚刚小公子抢了马，跑出府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跑得好，跑得好！侯爷，如果我是执意不让他去天启，我又何必面上虚与委蛇？他去哪儿了？出城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公子说他要踏遍钱东城。失礼了。行了，我们去看看。
去何处玩啊？今日哪儿也不去，准骑马。刚出炉的红枣糕，小公子接好了。这，小公子，你要骑到几时啊？骑到落日黄昏，骑到月升星落，骑到身下这烈风居，踏遍黔东城的每一片土地。这。 头儿，追不追？追！呀！玉，慢慢的追，千万别追上我啊！头儿，你又追上过几次啊？其他时候我不管，但这一次，一定不能追上。这一次，让我们跟在他的身后，做一次他的护卫。真是一匹不好驯服的野马。看来去不去天启，东军已经有了答案。 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参军可以当将军，苦读可以中状元，若是西路，可以做那绝世的高手。不必问他能做什么，只看他想做什么。有这样优秀的后辈，侯爷和世子爷还担心什么呢？九王子殿下，但是你把东军带走，可真的只是为了？ 学堂之事啊，只为了学堂。好，东军此去天启，不要牵扯到任何朝堂之事。你可否答应？侯爷放心，我萧若风愿意性命担保。多谢。 不错不错，够畅快，有我当年和顾剑梅一起马踏天启的风范了。么，世子妃，有什么事儿啊？ 世子妃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自创的毒，叫做温香暖玉。若是东军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给你解药；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放心，中了我的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 我来了，天启！副将陈升，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 司空长风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上山去打架了。你看你这架势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小药童的样子呢？我不是小药童，新百草，你再这么叫我的话，小心我一枪给你打晕过去。你那草都给你采好了，自己检查吧。哎呀，嚯！ 果然有学艺的天赋啊，挑的半点都没差。按照我说的分量，自己去熬了吧。什么？这草我自己摘，药得自己熬，这病看得够累。你付诊费了吗？没付。没付诊费，当然要自己熬了，自己动手。哎。 哟，这药王谷里还有信鸽呢。那当然，
不过这封信是给你的，给我的。司空长风还活着吗？哼，这人说话够直白的呀。还活着的话，别来钱东城找我了，我去天启城了，有机会来喝我新酿的酒。没了。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他是谁？他呀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镇西侯的独孙，百里东军。不过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钱东城？他的家人不是不让他去天启城吗？信上是什么也没写。看来你很关心他呀。那是当然，他是我好朋友。哈，那行，继承我一半衣钵后，你就可以去天启城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想去天启城，也谁都该去一次天启城。那里是龙蛇盘踞的地方，也是少年人乘风入天的地方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年轻时候也去过天启城？哎呀，那个时候，皇帝生病，太医院治不好，3天杀了10几个太医。我师父就派我去出诊，屋内是快死的皇帝，屋外是随时准备拖我出去砍头的长刀侍卫。可是我握针的手一点都没慌。后来皇帝的病治好了，我说过，只要人没死，在我这儿都能医。有意思。我也一定会去天启城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肯进来马车里坐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他和人约好了，要看看这沿路上的大好河山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？这种理由你也相信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你想想啊，你千里迢迢从天启城跑来抓他的师傅，现在他的师傅死了，他难免会把这事怪到你的头上。你这么一算下来，就是他的杀师仇人了。我抓他的师傅，和他的师傅死了，是2件事。如果连这都分不清的话，那他就不是我想要找的人，也不是师傅所需要的弟子。得了吧你！你想想啊，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18岁的时候心思就那么心思就那么的细腻啊？越过前面这个山坡，可就再也见不到钱东城了。我小的时候觉得钱东城很大，怎么也逛不完。稍微大了一点呢，就觉得钱东城也不是很大，骑上个小半日的马也就到头了。现在看来，钱东城确实很小，小到我再走远些，便再也看不见了。那有好好的跟父母告别吗？我父母他们不肯见我，说要见就能几年之后回来好好的见。只有爷爷和我说了些话，他说若是我受了欺负，就传信给他，他便会带上破风军，马踏天启，来给我出气。侯爷是真豪迈。我是不会让他那样做的。
那样不就是谋反了吗？所以，在这天启城里，我一定会好好的。传回钱东城的，也只能是我名扬天下的好消息。一片轻轻微风绕心游弋，听波般忽泛涟漪，人教春泥，只听枝